在我上一集 Civic FB 呢的时候有提到，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私域梦，对吧 ？Adrian Channel 呢，其实呢不知不觉也拍了很多辆 Civic 啦。上山呢，其实也没有几个影片啦。不过今天终于他来了 ，Civic 2020年1.5 TCP。Hello， 大家好，又是 Adrian， 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POV。今天我又要试驾一辆 Civic TCP 2020年版本的。当年2020年呢 ，Honda 就做了一个小改款，把 Honda Sensing 把它加到 Civic 上面去了。前提呢就是你要买到 TCP， 它才会有这个 Honda Sensing 的。当然，现在 Honda City 呢加4000块呢都已经有 Honda Sensing 了。OK，Honda Sensing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上车就跟车主聊一聊吧。话不多说，我们先去看看这辆车啦 ，Let's go。这辆车很新哦，半年，2021年的时候6月份这样子拿车的，是由于 MCO 的关系呢，车主啊就没有去开，所以现在应该都不到1万 km， 他说应该5000多而已啦。所以这个影片非常感谢 Mr. Cool 哈，他在车里面把他最新的这个 Civic 1.5 TCP 呢，把它借给我试驾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上山啊。这辆车的walk around我不再做太多了，其实我有做过一期的 Civic 小改款之前那一款啦，我有做过它的walk around还有试驾。这里有它sensor哦，左侧是按这里。Side mirror 自动收碟。今天我们车上有3位人士，我、酷还有 Wallace。Wallace 今天就会来八卦一下，因为他也是 Civic 的车主嘛。给我来 start 一下 engine。Remote start 我也不介绍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怎么用了哈。其实里面哈跟小改款之前的话是差不多的，只是多了一个 Aircon 的 button。比较方便咯，因为上一代只是一个 climate 嘛，变成你要按进去咯再按很麻烦，所以它加了2粒button，一些按键啦 ，home 啊 ，audio 啦，还有这个最重要的音量。所以它加了这个音量之后呢，它就没有这个 sensor 在这边了。以前会有的，你再慢慢扫上去就会有。大致上里面都是一样的哈。这个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一样，还有多了一个 button 啦，你会看到这里一个Lane Keep Assist 的那个 button， 还有一些跟车系统啦 ，Honda Sensing 的 button 哈。等一下我们再聊一聊哈。我们去看看这辆车的外观，把灯打开，远光灯 ，Engine。Parking sensor 啦 ，VSC off 啦，还有这个碰撞系统关闭啦，还有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啦，基本上都是跟小改款之前一样了哈。只是呢，这个 TCP 呢，当时你买的时候，它会有附上这个 Michelin PS4 18寸的给你哈。所以 profile 是235 40R 18寸，车主呢就把龙圈换掉，去换了一个 offset 比较够力的，因为呢它要装上够力的卡钳。这个卡钳是 Brembo F50 4 port 啦，高低是原装的3个手指头，车主也没有改任何的避震系统，改了这个刹车系统还有轮圈而已啦。外观上面的话，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Copy FK8 的尾翼，这尾翼是 plastic， 大概500块左右就搞定。这个车尾灯的话，大概1000多块就搞定哈。但是缺点是没有这么亮。我现在是趴在树下，看到这个signal灯是有在亮的。如果是太炎热的下午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看到哈。排气管原装是看不到的，但是车主就加了 tip， 它只是一个盖而已。这一代的 Civic 的加了这个64倾倒哈，所以小改款之前是不会有看到这个功能的。你多高啊？我的166，还有2个拳头这样子了，所以 Civic 的空间是很大的哈。这一代的 Civic 呢，总共有3个等级啦。第一个是1.8公升的，1.5公升 TC， 还有1.5公升 TCP。所以我手上这辆是 TCP 哈。不管今天你在小港卡买到是 TC 还是 TCP 呢，都会有这个自动头灯。但是 TC 呢就没有 Honda Sensing 啦，所以它不会有自动远光灯。你买到 TCP 呢就有自动远光灯的，比上代多了这个前面的 parking sensor， 以前是没有的哈。哇，这个引擎盖很重一下。没有油压顶杆，但是如果你想要买的话 ，Shopee 一大堆哈，可以买2只，1.5公升 L15 V7 的引擎，4缸 Direct Injection。你不要看它1.5公升涡轮增压哈，所产生的马力哈，它拥有173 PS， 220牛顿米，在1700转到5500转左右就可以产生最高的扭力啦。0到100 8.2秒就可以搞定啦。原装啊，这辆车是原装。话不多说了，我们上去试驾吧，好吧？新车。你有发现到我的车玻璃开起来多了2条黑色的吗？啊，那个盖子哦，那个盖子要另外买的，它不是原厂，原厂是没有盖的。Shopee 也是有的卖嘛哦。这里有的看一些油耗 ，OK， 然后还有 Turbo，OK 了，我们就看 Turbo。OK 了，我们上路试驾了。Civic 啊，太熟悉了，因为我经常都在碰这一辆1.8公升的自然进气啊，整个 steering 的感觉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开起来的感觉也不会差。哎呀，这里会要 U 灯啊 ，Civic 的车身会比较低啦，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喜欢坐低的人哦，你是完全看不到车头了。
所以你真的要熟悉这个车头了，因为它的坐姿呢是蛮 sporty 哈，我们讲跑运动化的哈。OK， 加起来感觉就是，其实跟上一代的感觉是一样哈。沥水方面啊，调教啊 ，CVT 啊，那些都是相当的，只是不同是什么呢？这一代的 TCB 啊就给了一个18寸的。你 Michelin PS4 啊，所以很多车主哦，他换 rim 哦，他就是不要换打压，因为他原装来已经是 Michelin 了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会换掉那个 rim 要卖，但是没有包括打压的，就是这样子。OK， 起步啊，其实真的是非常轻松啊，它有一点像 AT 那种起步，它不会好像，如果今天你们驾过 Proton 的 Punch CVT 啊，你们明白那个好像要等 clutch 那个去结合然后再走啊那种感觉嘛，就是要等一下，这个不用，你直接上车你就踩这样子。OK， 好，我们来访问一下哈，酷啊，你这辆车是什么时候拿到的这个车？去年的6月这样子。然后现在 mileage 多少啊？我还没有注意看。mileage 还没有到1万。是哦，很新的一辆车嘞，真的。应该5000多吧。像你改掉那个 caliper 的话，就没有那个 caliper 下面的那边就没有 warranty 了的哦。Honda 你都知道啦，你改了这边就没有 warranty， 改了那边就没有 warranty， 很敏感的东西啊。不要坏没有事。为什么会去选择 Civic 啊？你买 Civic 之前，你有没有去试驾其他的那个竞争对手的车吗？比如说马自达啦，或者是 Toyota 这样子。马自达要 test drive 的话，要 make appointment， 我嫌它太麻烦。哦，你嫌它太麻烦，因为 MCO 啦，没有办法挂。然后有去驾过 Toyota Corolla 吗？啊，可以讲比较昂个一点的车啦，没有什么动力的车。Corolla 你就坐上去那个椅子比较舒服。哦，隔音应该也会比较好一点，舒服驾咯哈。但是如果你讲沥水的话，这辆车应该是同等级里面哈最强的一辆了。比较好的一辆。对咯。是不是最强我不知道。地表最强。真的，它的 L15B7 啊，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真的是很厉害。我也看过因为我也是驾 Civic 的嘛，他们的群里面哈有人把这辆车改到300匹。我不知道它的 CVT 是怎么承受啦，但是因为Honda有讲过嘛哈，它的那个 CVT 可以承受最高300牛顿米的，没有错的话。但是我讲 CVT 哦可以这么厉害，不简单。OK， 现在我是开着 Eco Mode 而已啦，油门是真的是非常轻松。它的 Eco Mode 其实不会帮你省油，不用开。啊是。开了只是没有这样大力罢了，它不会帮你省到油。没有省油。啊，是真的啊，我还以为会省一点点，至少。要省油还是要看你的右脚。驾这种驾 Civic 有什么省油技巧吗？比如说你要怎么让它会比较去省油，不要开 Eco Mode 啦，顺加就省哦。不要给它过2000转这样踩啦，应该。你顺它也是会上，顺这样子加就省。是加而已啦。OK， 当然隔音方面哈，如果你讲 Civic 的隔音比起 Mazda 或者是 Toyota 的话，它会稍微没这么好。但是这一代你如果比起 FB 或者 FD 啊，真的是好太多了的。如果一代比一代好了嘛，我相信 FE 应该也是不错的，会好过这一点点。因为我还没有试驾过，等多两个月吧，我就会试驾 FE 了啦。这样，我看德波就是德波，没有压力，真的没有压力。新车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那些吗？没有，运气好。OK， 保养一次需要大概多少钱呢？去原厂。我只保养过第一次，那时花了600多。第一次600多。第二次大概有写到多少吗？第二次不知道，还有排跑。还没有上过云顶哦，这次是我第一次拿来上云顶哦。这辆车第一次上云顶。如果我这样子驾着的时候啊，跟 Lane Key Assist 会被方旋啊。看它旁边那2条线，如果是它变成白色，就是方旋。给我试一下啊。你放手。你看到车应该动了。有在动，但是它真的，我怕有一点怕，我不敢完全放手啊，讲真的，因为有车嘛，没有车我 OK。有时你不知道是你的手在动还是它在动。哦，所以你为什么会关掉？要玩来玩去的时候关掉了。这个只是一个示范哈，不是叫你们依赖这个东西啊。哇，那 steering 真的跟我摆来摆去，怪怪的。我只是想要顺驾而已嘛，它就好像跟我神龙摆尾的感觉啊。现在又来了。
啊，你看它 cancel 掉了，但是它又不会出声音哦。啊，现在它又帮我出力哦。这个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像在玩着 arcade 这样子的感觉。你看，你看。怪怪的，就是好像它一直 assist 你啊，真的。如果要关掉的话，可以按掉这个 button 的关它。Lane departure warning， 还有这个盲点的 camera 在左边而已啦。这个是上一代本来就有了的啦。58%油门 ，double lag 有一点点。我速度多少？轻轻松松啊，真的有 turbo。感觉到我那时你的 remap 了之后，那个爆发力又不一样去哦，比较贴背的感觉啊。我现在没有踩到完啊，当然也是有很快好的，但是如果你有做 remap 还是什么的话，它感觉是哇更加爆发，不是爆改的。如果爆改它的 stage 2的话，哈，真的厉害这样子。哇，帅！这个是什么？讲我太靠近前面车。如果我要用这个跟车系统的话，要按什么版的？先看那条链你把去。这个 OK。然后按那个 cancel 右边那个。然后这个就是跟车了。按多少？没有跟。按那个 set 上。set 94。跟了。它这个是跟它的速度是，你现在加这90，你按它就是90。现在我脚没有踩油门哈。我 in case 罢了啊，我放在那个 brake 那边，我怕，我去左边。刚刚转弯的时候还是 catch 到前面的车。是哦 ，Myvi 或者阿迪吧哦，它是因为镜头啊，在转弯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前面有车，所以他去加速到最后，他又看到有车了哦，他又踩 brake 了，就觉得不舒服啊，手是不用出力啊，我轻轻把它放在上面，它也是会帮我摆动，我脚也不用动，然后车，他又去踩油哦。踩油是因为先到前面没有。不要，我觉得它会轻轻踩会更加舒服啦。如果还一下子踩大油，像刚刚这样的话，它是这样子，会比较没有这么舒服。现在我的距离是最远的嘛，跟前面的哈，我觉得这个在高速上面会很好用啦。你在城市里面用应该没有这么好用吧？它会不会 warning 你叫你手要放回去啊？啊，但是没有声音的哈，你关掉了是吗？它其实是会抖你的 steering。我现在动着它也不知道，它有一个重量啊，它的 sensor。现在我的时速是70多吧，因为它跟着前面呢、出去，轻轻去，它又踩油了，还可以按加速，100啊，我这个是看到如果是没有车的话，它会加速到100去了。这辆车省油吗？你觉得？还 OK。你打一般上是 run 95还是97啊？95。打满的话跑400多 km 左右，应该很重脚一下哦，400多。我本身重。当然，如果要关闭的话是按 cancel，ACC off， 关掉。原装的这个悬吊哦，它还是偏软的，也 OK 啦。如果你讲我驾过1.8上山哦，车身动态来讲，我觉得它很不错啊，很满意哦。它反应很快啊，左右摆动的时候啊。当然，如果你要再好一点，你就要牺牲掉一点舒服了啦。很神奇一件事哦，这个 FC 的二手价钱哦，算哦，好像可以去买新车了嘞。二手利息来算来的话啦，你对于 FE 啊 ，Civic FE 有什么意见吗？你对它？各有各的好。你觉得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这个呢，还是 FE？看哪方面哦？如果是讲仪表盘，我比较喜欢这两个。我也是，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啊。会买它就是因为仪表盘。一般 digital 一般 analog 嘛，但是如果你在日本的话是 full digital 到完嘞。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特别啊，真的，它比较让我们有一个哇哦那个时代。其实老实讲啦，我也比较喜欢 FC。因为你远远看的话，它辨识度很高，你看到哇 Civic 哦，反正你新一代的 Civic FE 哦，它是美没有错，它很斯文很高尚。但是如果你远远看哦，你会下面想这是奥迪还是这是什么车？感觉不像是 Civic 啊，感觉不像 Civic， 那个灯又好像不懂哪一辆车见过这样哦。还是这个 FC 的话，那个辨识度高，你远远看到那个霞大大只的，那个就是 Civic。各有各的想法啦哈，我觉得 FC 其实很不错啊。你们 comment 下面的话，给我知道一下，有多少个人买 Civic 是因为它的这个仪表盘，有多少个人买 Civic 是因为这个中控新的就没有了哈。下面你们有的放 USB 啊那些的那些没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啦，这个 design， 所以我会选这个多一点。你们 comment 下面给我知道一下，你们会喜欢 FC 还是 FE？
你们现在下面留言一下给我知道。我个人是 FC 啦，0到100测试。我们现在车上3个人哈，踩完。它会自动升档，100，超快啊！完全像一个他当时Honda有讲啦，它这个 engine 像一个2.4公升这样子动力，它是因为它扭力来得早哦，所以它很快，真的。你看我现在的转速是在2500嘛 ，S 第7号牙了，不能再加了。OK， 我把它推回低哦。你看到那个转速会跌的吗？啊，我觉得它的这个隔音啦，在120以下的话不是不错的了。那如果到再高一点，应该会风声也会比较大一点，可能。我才了解到为什么Honda，我才了解到哦，这么一个德波车，包括Almera，它的原装是0W20的，这么薄的油的哦，原来我才知道哦。piston 小是不需要用到太过厚的，而且它散热也快一点嘛，3000多转开始慢慢加速。你那个飞机装了上去啊，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它会动？它会动不用紧，它好像挡了一点点的小视线这样。包括我驾 FK8的时候也是这样。OK 啦，其实 Civic 真的是很不错啊，没有得嫌弃了啦。你要动力有动力，你要舒服有舒服，你要省油又可以省油。只是讲哦，它的 CVT 哦，你为了要保护它的话，不要去做太大的改装。CVT คู勒要装，身边的朋友啊，加 CVT 的，他们装了的这个口碑啊，上完山啊的这个温度比较低，压箱冷却的话啊，也是很有帮助到它的寿命的啊。装上去了之后是没有warranty了的啦。看啊，我的油门不要放啦，我踩着。呀，它的那个油那个 RPM 哦3000，聪明。看啊，它等下下山它又跌了了。啊，又跌了，加速58%油门，这边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风声啊。现在是多少？130，轻轻松松啊。只是它的玻璃热会有一点的玻璃肉了。车它的那个悬吊比较偏软，所以可以解决的事情来了。它车身已经很低哦，你再放 Sport Spring 下去哦，就很容易中底啊。加上它 fender 也容易刮到，就很多都是直接 adjustable， 都给它硬一点啊。OK， 我在那边停下来。Alright。OK 啦，我们的这一 Part 1就到这边了，请留守我的频道。我们 Part 2呢就是要上安格林了，谢谢阿酷。OK， 我乐，谢谢你，我们Part 2再见。当然Part 2就是等一下了。它 brake 真的是吃很多，真的是改出来的东西，我们不是乱改，我们是真的改，不是放那个盖子哦，那盖子，哎。哇哦，思域不改不得退下海哈。虽然这辆车改不多，我觉得改一个刹车卡钳啊，单这个已经是很足够了。因为它的动力其实很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啊。OK， 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留守我的频道。我们 Part 2呢就会把这辆 Civic TCP 2020年版本呢把它开上山啦。好吧，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Goodbye。